大家好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热搜新闻：西西7岁，2019年8月，在上海新华医院被确诊为 IVA 多型粘多糖存储综合症。据发表支持，该药物已停用231天。段瑞5岁，于2021年12月27日在浙江大学儿童医院被诊断为粘多异综合症 NVN 型。这份发表支持，该药已停用184天。彭10岁，2023年11月，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被诊断为粘多糖存储综合症 IVA 型。他还将在用完最后一批存储的药物后停止服药。西西影响和段所患的 IVA 型多异存储综合症是种常见的遗传病。在中国14亿人口中，只有100多例确诊病症，都是数百人中只有几十人接受药物治疗。IVA 型粘多糖存储综合症不治之症，其中唯一的主治疗药物维明赞于2019年通过国家为治疗粘多糖存积综合症患者开辟的绿色通道，获得国家医药产品管理层的市场批准，但每年数百万元的治疗费用，使绝大多数受影响的家庭负担不起。出乎意料是，卫明赞将于2024年5月因躯壳症到期而从生活上让受其影响的家庭感到意外。届时，该国所有 IVA 型粘多糖存储综合症患者对你没有药物的绝望境地。真的很想念我的孩子，但是准备出度。但天还要出租后停滞不前，除了制药公司协会政策的停止，用数百万元收养这样都是粘多糖综合症的 IVA 患者，别无选择就停止服药。截至2024年2月，常州10岁的段瑞已经停药近1年，他健康状况正在发生恶化，腕骨松弛，缺乏力量，最后很难用草饵吃饭，幼儿园只能在室内进行。同时，阅读和拼图发展再度停滞。如今，段瑞脚上的鞋子正是全家人在2岁半时买的，他们失去了从未去过的杭州大厦。从他出生到2岁半左右，他从没换过鞋。然而，在服药3周后，他们意识到原来鞋子不能穿，我们既高兴又难过。既然穿这么整齐，在杭州大厦给他们买2双鞋。高兴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们觉得这么小的改变对我们来说已经很难了。为了让韦明赞留在中国，他的父亲王启军积极与制药公司沟通。2023年12月，他收到制药公司数百万里治疗美国总部的一封电子邮件，明确表示已决定不再让中国重新注册或明赞的提供药物，我们充满歉意。2023年1月，大洋新闻再次向百奥万里制药美国总部发表邮件，询问韦明赞退市的原因。得到回应是，希望我们会全做出努力，但在讨论韦明赞药物治疗费的支付方式时，我们深感可行的机会有限，因此我们决定不再注册产品的上市许可证及进口药品注册证书。我们目前的上市许可证在于2024年5月到期。我们致力支持患者取用我们的药物来出售各种选择，以确保正在接受韦明赞的治疗的患者能够取得新的药物供应。希望大家又走你们秦老师发现2周停滞，王启军如芒在喉，看见。在看来，百奥万里药业将退出中国，利润是最大的原因。患者数量少，病情重，药品生产成本也高，制药公司也不愿意降价。但如果不降价，就无法进入医保服饰的患者数量更少，利润更少。我们这些智能服药孩子怎么办？守望与呼唤不应抛弃每个小团体。东风邮件中的明确答复还证明了魏明赞将于今年5月而退市的消息。而且全国 IVA 停粘多糖疾病者这问题，突破高价罕见病的关键
念是什么，对此记者联系了上海市卫生预防总流言中心主任金春林。在治疗层面，文明站的专利保护已经到期，这样纯仿制药的药公司的投资相对较大，因此药品定价可能仍然很高。然而，就最近情况发生一些变化，目前药品监督体系的审批相对宽松，研发成本和市场数有所提高。这种背景下，制药商对罕见病的投资热情有所回升。金春林说，一些制药公司开始新的思路，比如以罕见病的名义首次上市。在治疗有效后，他们可以申请扩大某些罕见病的适应症，减轻其他患者负担成本，降低价格。在罕见病保护方面，金春林认为，如果1万人才有种罕见病，这不意味着99999人没有病。正是这时候，9999人有义务为一个人买单。有了这一原则，走回僵局的关键是让医疗保险处于最前沿。在保护机制上，每个人对罕见病者的同理心非常重要。其次，浙江与江苏两省已经启动试点，每人花费2元可以建立罕见病保护基金，可以解决目前可治疗的5种高价罕见病的问题。这些出发也表明，罕见病药物的使用不是完全无底洞，所以活得坚持下去很重要。从治断和治疗买不起的药买不到药，信息段锐蓬勃。10余个家庭从未轻易放弃，在绝望的情况下，他们被放在14亿人的人群中，他们明显太微弱了。守望和护岸背后对孩子无私的爱，所以医生、商业与社会信息，还有希望这些家庭有勇气能抗争到底。